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好久没有录 podcast 了，在这个10月、11月这个入秋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10月到11月这段时间的弃捐的工作。在今年医院的弃捐的人数，在暑假之前都是一直挂案的状况。今年的弃捐目前来讲都集中在10月、11月之间，10月到11月之间，总共目前有3案的 case， 不过其中有1案没有办法捐，主要是因为他的疾病是没有办法弃捐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连癌症病人不是都可以捐角膜吗？是没错的，即便是癌症病人都可以捐角膜，但是捐角膜还是有一些禁忌的疾病是没有办法捐的。比如说，如果你有膝盖，那可能这个眼角膜就是没有办法捐赠的部分。有些的血液性的疾病或血液性的癌症的疾病，在这个眼角膜的部分也是没有办法做捐赠的，除非他这个血液性的疾病要完治5年以上，这样子才可以弃捐眼角膜的部分。所以要捐眼角膜或者器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在签弃捐的同意书之前，都会考虑很多，想说弃捐，是不是我签了这一张，我就一定要捐？是不是我死掉的时候，我身上的器官就会被摘走？其实大家想太多了。弃捐的同意书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你不排斥弃捐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签弃捐的同意书，不代表说你签了这张弃捐的同意书之后，你就一定非得要弃捐，并不是这样。当你签弃捐的同意书的时候，可能你的年纪还算很年轻，等到有一天死亡来到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有些器官不一定合适，或者是没有这样的需求者，或者是配对上面配不起来，这些等等的因素也都没有办法弃捐。所以在弃捐过程当中，前置的部分要能够弃捐，必须要在医院里面。如果你在家，在救护车上面，在急诊室，这些要弃捐都有相对的困难。在国外或许可以，但是在台湾目前上面还是没有办法的。在弃捐这1个月里面，有送走了2位朋友，其中有1位是老朋友。这2个朋友当中都有一个共通性，他们并不是癌症的病人，他们肺都不太好。如果用一个比较概括性的疾病来说，他们的肺应该是属于 COPD， 就是慢性的肺阻塞，呼吸的氧气交换功能都不是很好。其中1位老朋友，他签同意书要弃捐，是我进到医院的第2年。我在内科病房的时候，主护才会说他有弃捐的需求。那她是一位很瘦弱的一个女性，是蛮酷的。她身上有
一些刺青，他把最亲爱的家人都刺在他身上。我记得我的同事去做弃捐的评估的时候，当我同事问他说他为什么想要弃捐的时候，他说他要把他可以用的器官留给有需要的人并且向我的同事展现他身上的刺青，他签立弃捐的同意书，到他走大概经历了4年到5年左右。每次看到他在诊间自己一个人来回诊，然后拖着氧气的钢瓶，气喘吁吁的回来，看完诊回去。在这些时间里面他有不断的进入医院，有的时候情况危急，状况不好，但是都能够死里逃生。在这一次入院的状况真的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跟他询问，他也确定他要弃捐。当他准备好的时候，他就会要做这件事情。这个部分让我觉得非常感动，非常有毅力，决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在他走了之后，他捐了眼角膜，让有失明的人能够重见光明。另外一位朋友是最近我们遇到的新的病人，这个病人也很特别。我曾经有在他弥留的状况的时候，我花了一小段时间陪伴他。这个是一个长辈70多岁，那眼睛的状况非常好，有一点白内障，但是角膜的状况算是蛮不错的，因为他都没有动过眼科的手术。那他也是肺的功能不是很好。这个长辈他让我很惊讶的是，他的肾的功能非常好。我的有一些加护病房的病人一般病房的病人可能年纪轻轻，他的肾功能可能都没有这个长辈来得好。这个长辈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预备好他自己要接受那个末期的照顾。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他的末期的照顾可能非常的短，将他的维生医疗的呼吸器撤除之后没多久，他可能就会离开了。当我被召会去询问他为什么想要弃捐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曾经鼓励他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的朋友也有签弃捐的同意书，而且他跟他的女儿说，我就是像圣经里面讲的，尘归尘，土归土，我死了之后我就回归大自然，那我要把我可以用的器官能够捐给有需要的人，使他们能够有被帮助。哇，这个女儿非常的惊讶，她从来不知道爸爸有这样子的想法，想要做弃捐这件事情。当我去床边询问她说，阿伯，你这些事情都有想要做到，你想要做弃捐都如果完成了，你在这个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阿伯，你在离世之前，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这个阿伯告诉我说，我想要跟我的前妻和好。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他要去见他的耶稣之前，他希望跟他的前妻能够和好，请他的前妻饶恕他之前彼此之间的不谅解的部分，这是让我非常感佩的一件事情。而这个长辈从身体状况不好，然后签了弃捐，然后努力的跟太太和解，跟孩子们和解。我还记得附近里面有一段
就是儿子从北部回来，那到医院是凌晨3点多，护理师看病人孩子回来，所以醒来。护理师问病人说：“你需不需要让你的喘不会那么剧烈？那需不需要使用一些药物？”这位阿伯为了要跟孩子多说一些话，告诉护理师说：“你不要帮我打针，我想跟我的孩子们多多的相处，我有好多话要跟他们说。”所以这个阿伯就在很费力、很喘的情形下，跟孩子们有很好的对话。在他离世的这些日子当中，就是这位和好的孩子来照顾他晚上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当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他希望他没有挂碍，他愿意跟他过去他觉得他伤害过的人道歉，请求他们的原谅，与他们和好。所以这个病人在临终的这段时间非常的 peace， 非常的安稳，即便在使用一些镇定的药物，使呼吸比较平顺，不会那么喘的状况下，都能保持非常的平静。这个当中有几次血压掉，那我被护理师扣回医院。在礼拜六的晚上，血压有些状况，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可以接受，还不错的一个状况。所以当家属提议说他们要去吃个饭快去，快回来，问是不是要留一个人下来照顾爸爸，那我就说没关系，那我来陪你们去吃饭好了。女儿就跟爸爸说：“爸爸，我们要去吃饭，你就留在病床上面禁食祷告好了。”太太跟先生说：“我们去吃饭，那你不可以偷偷的溜走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家庭里面一个很常见的用词，即便他们知道爸爸有可能日子不多，可能剩几个小时，但是可以用一个比较愉快、比较快乐的方式跟爸爸说话。我还记得当太太说不可以溜走的时候，病人还回了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那我在陪伴病人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知道他是信耶稣的，所以我就在他的床边拿起我的手机，用音乐播了一个基督教团体的圣乐给他听。这个圣乐是比较庄严、比较有年纪的诗歌，可能比较符合他年轻时候在教会唱的诗歌，放给他听，就小声放在他耳边、枕头旁边。那病人很特别，他的血压从50几到55，然后往上慢慢回升到60多，那他的呼吸形态逐渐从急促慢慢平缓下来。护理师查房的时候看到病人怎么血压从53，现在怎么到63了？护理师就很惊讶的问我说：“你对他做了什么？”我就说：“对啊，我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他即将面临临终，所以我就放一些诗歌给他听。”病人血压就回来了，那呼吸形态也从之前比较急促的一个呼吸慢慢平稳下来，让我有一段时间陪伴他。等孩子回来的时候还说：“社公司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说：“对啊，我答应你们要等你们回来，把你们的爸爸交还给你们。”他现在血压有50多，快到60。你们去吃饭的时候，他的血压曾经回到60多。礼拜5进了安宁病房，那礼拜6我跑了2次医院，最后临终是在礼拜天的凌晨。在这个
病人临终的部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病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有挣扎，又不愿，然后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抓走一样，但是这个病人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稳。当病人走的时候，我们的家属回来，一起送他进手术室。 OPO 医院的医师过来执行眼角膜的摘除手术之后，大概在早上的7点多手术结束，我带着家属跟医疗团队为他们做了一个祷告之后，送他们到医院的出口，送他们回家。在这1个月当中的这2件弃捐都是肺部不好的朋友，这让我有一些感触。这个感触是这样，通常我们做弃捐的部分，大致上可以这样子说，我们做弃捐，如果有癌症，当然它器官没办法使用，可能捐的就是组织，那骨骼跟皮肤也都会有一些担心，那所以最多的是眼角膜。那在这个 case 当中，我也曾经想过，这个病人肾那么好，那是不是可以做器官的捐赠？不过我们都知道，就是病人如果因为疾病的一些状况离世，那在死亡的诊断书上面有一个名词，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做多重器官衰竭，它的肝跟肾大概是最后可以使用的器官，那可能都会面临衰竭之后，病人才会离开。所以要做器捐这件事情的器官捐赠，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容易可以摘得到可以用的器官。所以即便他们没有癌症，但是他们可以捐的也就是只有角膜的部分而已。当然皮肤跟骨骼的部分，这个有许多人有其他的顾忌跟考量，在我们家这2个部分可能就捐的比较少，那主要还是角膜是比较多的部分。在做协调师的工作当中，我觉得年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目前医院2个协调师都是社工，那我们也是少数以社工为主的器官劝募的医院，能在社工医务里面待得比较久，那经过不同的次专科的训练，最后到器官捐赠的这一块，多少都会有一些年纪对于做器捐工作真的是蛮吃力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一天晚上你可能被扣个2-3次，那你会不会觉得很累？今天被扣来医院，然后血压回来了，那就离开。像后面讲的这个阿伯，他从50几掉到40几，总共花了6个小时。你不可能6个小时都窝在医院里面，一定是要抓一个数值状况，觉得 OK 了，那你可能就先回家，等到状况不好的时候再来。我们是社工可能对医疗的部分没有像护理师那么专精，但是无论是医生、护理师、社工师，其实面对死亡的时间，没有一个人说得准是什么时候它会发生，我们也大概只能看个大概，了不起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你要精准说他什么时候走，然后我们在这个前面1个小时、2个小时来医院预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那么精准做到这个部分。所以当有器捐病人状况不好的时候，这个协调师的压力就很大。第一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走你前面有很多的前置工作，比如说你要请专科护理师开抽血单，那你要抽血当然是检验科的同仁或者是护理师来抽了之后，你要去追
data， 看 data 的状况，哪些 data 状况不好没办法卷，或者可以卷，或者它 data 有什么异状，这个都是协调师要做的事情。那早年之前我们常常 data 会送错地方，大家打电话问说我的 data 怎么一直没有出来，然后他们就说没那么快啊，因为那个送台北送台北，那傻眼了，因为检验科送错委托医院了，没有把这个检体送去 OPO 医院去检查，所以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协调师去协调。那我前面有讲，我们协调师是社工师，所以当你打电话去检验科追 data 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认识你，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社工打电话来问那个血液报告出来了没？这是什么一件事情呢？对，所以这个我们也常常会被检验科同仁误会，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协调师的身份。当协调师，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握天气环境的状况。前面讲的第一个 case， 他弃捐的时候，正好我们东部在刮台风，那一天是一个台风夜，风大雨还好只是风大而已。那天要出勤的时候，也是骑着摩托车，担心会被刮走，可能不晓得是怎样进医院。当台风来的时候，弃捐启动的时候，病人状况不好的时候，就是摸黑骑摩托车进医院，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工作。弃捐的协调师跟医疗是非常贴近的。那在协调师的工作当中，也需要跟很多的单位进行沟通，比如说你要去订手术房，要叫手术房的值班人员起床，告诉他我待会有弃捐，麻烦准备一间手术室。那也要跟 OPO 医院的协调师协调，他们医生什么时候过来，到医院从哪一个地方进来，那谁会在那里等他，谁会带他上去手术房刷手，那病人的家属来了没，礼仪社的推车来了没，有许多事情都需要协调安排，规划好时间，然后做一个最完善的准备。所以协调师的工作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忙碌，还要面对天气的问题，真的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我记得第一个病人弃捐结束时，回家吃个早餐，洗个澡，然后继续8点回医院上该上的班。那天就在医院足足待了10几个小时。我记得我们家的院长看到我们另外一个协调师的时候说，你今天走路的形态怎么怪怪的，好像飘飘的。我们同事就跟他说，对啊，他昨天弃捐，所以很累。弃捐的工作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跟状况，那也不一定在医院里面所有的医生护理人员都支持这件事情或认同这件事情，但是对于社工来讲就是一个使命，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帮助人重见光明是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义无反顾的做这件事情。希望你透过这集能够更多的了解弃捐这件事情，更了解医院的协调师的工作。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喽，拜拜。